我叫赵小凡，元阳界天眼宗一个炼气3层的小杂役，意外穿越到没有灵气的蓝星。本以为以修仙者的见识，能在凡人世界呼风唤雨，没想到刚来就被诈骗团伙给骗了。我凭借体内一丝残存的灵力，催动通讯令牌，终于成功联系上了宗门。长老，我流落到异界了。赵小凡，对，是我。哼，你不是上个月掉进裂隙失踪了吗？宗门给你点的魂灯都灭了。不会吧，我还活着？可能是离得太远了，魂灯感应不到。另一个世界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听起来很离谱，但是真的。宗门典籍记载，元阳界之外确实存在其他界域，但那都是上古时期的事了。近万年来，从未有过跨界通讯的先例。那从我开始就有例子了。赵小凡，宗门有规定，报假讯是重罪。长老，我没编，真的。我现在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，他们说要把我的腰子割了卖掉。谁说的？几个这里的人绑我的。他们是什么修为？没有修为，就是普通人。你被普通人绑了，普通人还要割你的腰子？对。你是修仙者，虽然是炼气3层，但肉身也淬过灵气，普通人能割你的肾？长老，你不知道啊，这里的普通人套路太深了，我被他们给诈骗了。去查一下赵小凡的魂灯，看看有没有反应。是。你先证明你是赵小凡。我叫赵小凡，杂役堂弟子，自幼在天眼宗长大，灵根是4灵根，火木水土，缺金。这些信息翻翻档案都知道。长老，你要我怎么证明？他们说明天就要割我的肾，他们连麻醉针都准备好了，好大一根。麻醉针是什么？就是一种针，扎进去你就晕了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割你腰子了。所以你现在在一个未知的世界，被一群没有修为的普通人包围，他们要用一种叫麻醉针的东西把你弄晕，然后割你的肾。总结的非常准确。而你联系宗门是想让我们跨界来救你。对。赵小凡，在。你知道跨界传送需要什么条件吗？不知道。根据典籍记载，跨界需要精准的界域坐标、海量的灵石，以及至少2位元婴期长老的灵力支撑。光是启动阵法就要消耗宗门3年的灵石储备。而且我们现在连你在哪一界都不知道。元阳界之外是什么？古籍上只有混沌虚空4个字，万年来没有任何宗门成功跨界传送过。所以呢？所以就算宗门愿意救你，也不是1天2天能做到的事。我对宗门可是忠心耿耿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长老，魂灯有微弱反应。这光芒若有若无，像是隔着10万8千里传来的火苗。宗门典籍里可从未有过记录，这小子居然真的还活着。赵小凡，魂灯确认你不在元阳界。长老，别着急，即便确认你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但不代表我们能救你。那怎么办？宗门这边我会立刻上报宗主，启动跨界传送的研究，但这需要时间，可能很长。你现在修为尽失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，但你身上有一枚能和元阳界通讯的令牌。对面的那些普通人知道这枚令牌的存在吗？不知道。很好，那就继续藏好。长老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说。如果我的肾被割了，还能接回去吗？理论上可以，但修为至少要在元婴期。所以最好别被割。去请宗主。另外，把所有关于跨界传送的典籍都搬到护法堂来。弟子领命。赵小凡，令牌保持通信畅通，宗门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你已经说了3遍了，到底怎么个有意思法？能联系上那个小子吗？我想测一下信号来源的方向。先不急，等人到齐了再说。人到齐了，周旋，你来说。你是说，一个炼气3层的杂役弟子掉进裂隙之后，到了另一个世界，然后用他身上的宗门令牌联系上了你？是。那个世界的人不会飞？据他所说，不会。但他们有一种叫飞机的东西，能在天上飞。那个世界的人走的是一条叫科技的大路。科技能在天上飞，那不就是会飞吗？但那不是法术，我估计是炼气，一种能载人飞行的炼气。宗门典籍记载，元阳界之外确实存在其他界域，但那都是上古时期的事了。近万年来，从未有过跨界通讯的先例。现在已经有了，而且如果这个令牌真的连通了另一个世界，那就意味着跨界坐标是可以被锁定的。柳长老，你能做到？不确定，但可以试试。令牌是双向通讯的，信号从那边传过来，必然经过界域避障。只要能捕捉到信号的来向，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，也比现在两眼一抹黑强。需要多久？那小子还在线上吗？令牌一直通着，他在等。
怎么了？锁定不了精确坐标。那你捣鼓半天，捣鼓出什么了？但这个信号的衰减曲线，我对比了元阳界最远距离的传讯记录，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。它至少穿过了3层界域壁障，甚至更多。但我能确定，这确实来自元阳界之外。一个没有修仙者的世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们应该清楚。没有修仙者，就没有本土强者；没有本土强者，就意味着，如果我们能打通通道，那个世界的一切资源、一切人口、一切尚未被发掘的天才，都是无主的。今日议事厅内的一切，出我口，入你们耳，不得外传。是。能联系上那个弟子吗？我要亲自问。长老，我在。你们商量完了吗？有办法救我了吗？宗主在这里，他要亲自问你几个问题。赵小凡，我问你答。是。我要确认你所在的那个世界，除了你之外，有没有其他修仙者？没有，至少我没发现。这里的人全都是普通人，没有灵力波动，没有任何修炼的痕迹。那个世界的武力如何？你之前提到的飞机、麻醉针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？有，长老、宗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这里的人不会法术，肉身也很脆弱，但他们炼气特别发达。详细说。他们有一种叫手机的东西，很小，能握在手里，2个人隔着很远很远都能通话，比我们的通讯令牌还方便，而且几乎人手一个。还有一种叫无线网络的东西，能把整个世界的信息连在一起。你想知道什么，一搜就能搜到。这不就是信息传递的极致？我们修仙者用神识、用传讯预检才能做到的事，他们用凡人的炼气就做到了。还有什么？继续说。还有武器。什么武器？有一种叫枪的东西，很小，普通人扣一下手指头就能用，威力炼气期的修士挡不住。炼气期，那也就那样。还有更厉害的，有一种叫导弹的东西，能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，威力堪比筑基修士全力一击。哼，筑基而已。还有一种叫核弹的东西，我在这个世界的电视上看到过介绍，一颗核弹能毁掉一座100万人的城市，爆炸中心的温度比太阳还高，爆炸之后还会留下一种叫辐射的东西，能让那片区域几十年、几百年都不能住人。我结合之前在宗门看过的典籍做过一个估算，一颗大热量核弹瞬间释放的能量，堪比金丹后期修士的自爆。那个世界有多少颗这样的核弹？我不知道确切数字，但从我看到的资料来看，几千颗肯定是有的。金丹自爆而已，老子元婴初期，真炸到脸上也未必死。继续说，你是怎么落到那个地步的？修为为什么会消失？修为没有完全消失，但跟凡人没什么区别了。身体淬过灵气的底子还在，比普通人强一点，但也强不了太多。我醒来发现脑子多了一些知识，语言文字一下子就能听懂看懂，但我没有钱，没有身份证明，只能先想办法打零工、搬东西、洗碗，勉强饿不死。后来看招聘广告，高薪包吃住就去了，结果是骗子要把我关小黑屋割肾。然后呢？你怎么会被普通人绑了？你说的高薪是多少？10万一个月，购买力相当于我们那儿1万零食。换作是我，可能也会去。赵小凡，在。你那边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？晚上，快天亮了。醒了，醒了正好。大哥，等一下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？我给你们干活，不要钱，搬砖、刷碗、跑腿，什么都行。我年轻，能吃苦，比你们卖肾划算。一个肾能卖多少钱？我给你们打工一辈子，挣的肯定不止卖肾的钱。你一个黑户，连身份证都没有，能干什么？搬砖？工地要查身份的。你在这个世界上连存在的资格都没有，你唯一值钱的就是你的腰子。别挣扎，一针下去就睡着了，醒来就完事儿了。我们会给你找个诊所，缝得好好的，死不了。那我加入你们，我帮你们找下一个，帮你们干活，干什么都行。你以为这是传销，拉人头就能上位？我们要的是肾，不是人。你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废物，能帮我们找什么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按住他。怎么了？这令牌不只是通讯器，它是一个双向通道，灵力可以从我们这边传过去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传个金丹期的护法过去。通道大小取决于两端灵力的最小值，那边那个小子只有1丝残存灵力，通道比针眼还细，传个人、传个鸡蛋都费劲。那能传什么？小物品，很小很小的物品，而且不能是活物。灵石呢？
灵石可以，不是活的，体积小，而且是灵力载体，它能吸收。再传一张金刚符，此符无需灵力主动激发。那些凡人的麻醉针、手术刀皆属外力穿刺与切割，正好在金刚符的防护之列。2个一起传，灵石切小块，金刚符叠成小方块，可以试一次传送。那就一起传。传过去了，应该传过去了。赵小凡，我们给你传了东西过去，别丢修仙者的脸。别动，一下就好。完蛋了，今天真的要栽这几个凡人手里了。是灵石，还有防护符箓。行了，抬到隔壁去，准备手术。等一下，怎么还没软？这小子的眼神怎么回事？我捏吗？你也想起舞吗？大哥，饶命！你们要割我的肾，你们要把我当牲口卖！你们说我没有存在的资格，我有没有资格？有，大哥有资格，大哥有。杀了他们！这个世界的人肉身脆弱的像纸，一拳一个就能送这3个凡人下地狱。不行，杀了他们之后呢？这个异界有律法，杀人偿命。我没有身份根基，杀人后能逃哪里？留着他们，我才在这个世界有了眼睛和猪手。刘强，你们搞什么呢？准备好了没有？你就是医生？我不是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大哥，我就是个干活的，是他们雇我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割一个肾，他们给你多少钱？2万。你这是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毒，一种只有我能解的毒，没有解药。7天之后，你的5脏6腑会慢慢烂掉。你可以去找医院做检查都行，但他们查不出来，只有我能给你解毒。不过是一缕普通灵力，足够吓掉他们的狗胆。凭空发光，诡异热流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过来。你身上也有毒了，一样，7天。下一个。那道凭空出现的光化作一股热流钻入体内，7天就能让5脏6腑烂掉。这根本不是普通人的手段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古武高手？不可能吧？那不都是小说里编的？你见过刚才那个光吗？你见过谁的手指能发光吗？你肚子里那股热流是编出来的吗？我是学医的，受过正经高等教育，从来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东西。可刚才那道光，现在还在我肚子里安安静静趴着，这不符合现代医学逻辑啊！这个世界疯了吗？大哥，您真是那种古武高手？古武高手那种低级玩意儿，哪能跟我们修仙大道相比？不过既然你们自作聪明，我也懒得解释。古武高手就古武高手吧。古武高手，他真的是古武高手，惹不起，真惹不起。不过如果跟着他混，老子以后岂不是能横着走了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4个的命是我的了。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如果不是宗门支援来得及时，我一个修仙者就真被这几个凡人割腰子了。你们3个，把他拖出去打一顿，往冒烟了打。大哥，别！不动手，我就收拾你们。刘哥，对不住了，大哥发话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这招在宗门百试百萃，新入门弟子犯错，老弟子执行，犯错者只会记恨打他的人，
而不是那个下命令的人。既出了气，又立了威，还让他们彼此产生间隙。够了。疼吗？记住，这顿打是因为你想割我的肾，但如果你们以后好好办事，就不用挨打了。否则，说说吧，割了多少人的肾？大哥，我们是第一次，真的第一次，没割过别人，手上还没沾过人命。对，第一次，真的是第一次。我们之前就是搞网贷催收，这活头一回干。大哥，我发誓，真的是第一次。我之前就是在城乡结合部开黑诊所的，给人拔牙、打针、看个头疼脑热，这种手术我也是头一回接。要不是他们答应事后给的钱多，我也不敢啊。割肾这是大手术，我哪那个胆子？是他们说设备都准备好了，我就是动个刀我才……这几人好在没犯下杀意，留在手里倒有些用处。你们最好没骗我。大哥，我刘强对天发誓，要是骗你，天打五雷轰！我也是，我也发誓，要是割过别人的肾，天打五雷轰！行了，别发了。你们知道的，我没有身份证，你们说说，怎么帮我弄一个？我就说嘛，这绝对是深山老林里出来的古武传人，连身份证都没有。大哥，这个得看情况，要是有熟人能证明您一直在咱华夏地界生活，比如亲戚、村委会什么的，去派出所补办，虽然麻烦点，但能弄到真的。大哥，您看您师傅或者山里同门的师长能不能帮您证明一下？师傅，老子的师傅在元阳界天眼宗，难不成让他老人家撕裂虚空，跑来蓝星派出所给我开证明？没人证明啊，那这事儿就难办了，只能先整个假的用着。对，强哥门路广，多长时间能办好？我那个朋友，快的话3-5天，太慢。那加急2天。2天，尚可接受。2天后我要看到身份证。先说好，我可没钱。大哥，这哪能让你掏钱？大哥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从今天起，这个窝顶我说了算。大哥，您放心，从今天起，这儿您说了算，我刘强绝无二话。大哥，我这就出去给您办证，您在这儿歇着，让王医生陪您聊聊天，我速去速回。你最好别跑，身体里可是有毒的。大哥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刘强是那种人吗？从今以后，小弟就跟您混了。跑哪儿去？您就是我亲大哥。走，办证去。强哥，咱们真要跟着那土包子混啊？哎呦，土包子也是你叫的吗？土包子，你管那种人叫土包子？你见过哪个土包子的手指头能发光的？你见过哪个土包子一拳能把板凳打穿的？那不是鼓舞吗？对，鼓舞高手。你又不是没看过那些都市小说，刚出世的鼓舞高手，哪个最后不是牛逼哄哄的？强哥说的对，现在不跟着他，等他真牛逼了，到时候你上去叫大哥，人家认识你是谁呀？啊？强哥，你是说以后大哥牛逼了，咱们这些第一批跟着他的人水涨船高？那咱们以后是不是也能住大房子，开好车？行了，别做梦了，我跟你们说正事儿。大哥一看就是正道出身，你们看他刚才打的那些拳没有？招招都是要害，但每一拳都留了力。真要下死手，你们两个的脑袋早碎了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那些歪门邪道、违法乱纪的勾当，咱不干了。不干了？那咱们干什么？做好人，懂不懂？做好人？对，好人。你想啊，大哥是正道出身，肯定看不惯那些违法犯罪的事儿。咱们要是继续干那些缺德事儿，大哥第一个饶不了咱们。但是咱们除了催收这个活儿，也不会别的。不会就学，先从小事做起，扶老太太过马路、捡垃圾、给流浪猫喂食，这些不用学吧？强哥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我当然认真。等以后大哥真牛逼了，人家一查，他身边的小弟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还是社会渣子？强哥，那咱们以后是不是还得去献血？献你个头！咱们是做好人，不是做傻子。喂，那边的小孩别闯红灯！快走，像是坏人！强哥，你刚才不是说做好人吗？怎么人家看咱们的眼神像看坏人？那是因为咱们以前确实不是好人，这不得慢慢来了吗？强哥，你说大哥那个毒是真的吗？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？你敢赌吗？去什么医院检查？医院能查出鼓舞内力，这分明是老子一步登天，跟着神秘大佬混的大好机会。强哥，你说大哥以后会不会教咱们武功？手机给我。好，大哥。
这玩意儿能看视频，能听歌，能跟千里之外的人说话，在元阳界，这他娘的至少是金丹期的法器才能做到的事情啊！这里居然人手一个，科技大道果然有点意思。这什么牌子？元阳界有一种灵果叫玉苹果呢，名字差不多，东西差了108000里。这异界的炼器造为当真不凡。小王在。那个能看人唱歌跳舞的是哪个？可怜，太可怜了，这绝对是从山沟沟里苦练出来的大熊猫级鼓舞少年，连手机都没见过，比大熊猫还纯洁。大哥，是这个，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刷。这是什么衣服？薄薄的，透透的。宗门里那些师姐师妹整天裹跟粽子一样，夏天热得要命，也不肯多露1寸皮肤，美其名曰清修，清修个屁啊！这跳得多好看，多有活力！饿了3天的人看满汉全席也不过如此了吧？纯，太纯洁了。要是内门的师姐穿这身，太带感了。要是宗主，罪过罪过，大逆不道啊！我怎么能想宗主穿黑丝呢？这要是被发现，是要被抽筋剥皮，逐出宗门的啊！可是为什么这画面根本甩不掉啊？喂，宗主那张冷若冰霜的脸，配上那双黑丝长腿。大哥，您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晕，不能看了。再看下去，今晚梦都得梦到宗主穿黑丝，那画面太……总之不能想，罪过。大哥刚从山沟沟里出来，对现代社会的了解几乎为零。谁教他用手机，谁就是他在这个世界的第一任老师。刘强那几个莽鹤只配跑腿，而我王建国是有文化的医生，我要做大哥身边第一任老师，教他使用现代科技的军师，这可是平步青云的天大机会。大哥，您看，您也没个手机，多不方便。你有钱？有，虽然我手头也不宽裕，但给大哥买个手机的钱还是拿得出来的，就当是给大哥赔罪了。之前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，差点铸成大错，这手机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行，走。好，大哥您跟我来，我知道这附近刚好有一家手机店。周长老还活着？活着。肾呢？也还在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长老，我这边出了点状况。什么状况？我把那几个人收编了。你说什么？就是收编了，现在他们替我办事。赵小凡，宗门给你传送物品是让你在那边能够活下去，不是去开宗立派的。我知道，但情况特殊，他们知道我没身份证，能帮我弄个假证先用着。所以你现在用虚构的毒控制住了4个凡人，让他们给你办假证，还要帮你跑腿办事。对，那4个人里有3个是要割你肾的绑匪，还有1个是动刀的医生。对。赵小凡在。你知道宗门戒律第127条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禁止弟子与邪道勾结。我没勾结，是他们先要割我肾，我只是合理利用资源。合理利用资源。行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合理利用？先弄个身份，有个落脚的地方，然后想办法搞点钱，再打听这个世界的情况。长老，这边的人走科技大道，很多东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我得先摸清楚。科技大道，你之前说的手机、飞机、核弹都是真的？真的。刚刚你就在说手机，手机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小盒子，里面什么都能看，什么都能知道。这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手段？区区凡人居然能练出人手一个的万能法宝！宗主和几位长老都在研究跨界传送的事。柳长老说，既然能传送灵和符箓，理论上也能传送其他小物件。你需要什么可以报上来，宗门尽量帮你准备。什么都能传吗？不确定，但可以试。但传送消耗很大，通道最多维持3息，能传过来的东西体积不能超过拳头大小，重量不能超过1斤。那能传丹药吗？低阶的可以，但高阶丹药灵力太强，通道承受不住。赵小凡，你记住3件事。长老请说。第一，你现在修为还没恢复到炼气3层，体内只有1点灵力。那4个人现在是怕你，等发现你没本事，反噬是迟早的事。第二，你所在的那个世界有能毁城灭国的武器，行事低调，别惹到不该惹。我明白。第三，我们这边能够传送东西到你那边，那你那边应该也可以传送东西过来。你想办法看能不能将你说的那个核弹传一个过来。我尼玛！长老，我之前用这边的手机查了一下，那个叫核弹的东西真的好厉害，而且不止核弹，还有更厉害的氢弹。如果核弹对标金丹，那么氢弹应该能治标元婴了，加起来应该有1万多颗。如果有需要，还能继续造。你说多少？1万多颗，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公开数据。核弹加上氢弹总数大概在12000颗左右，而且其中这只是现在的数字。这个世界没有进入战时状态，如果有需要，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造出更多。12000颗金丹元婴级武器，还能随时批量造。老子贵为元婴大能，
全宗门加起来才几个人，好险！若是老夫强行打开通道，派金丹护卫过去征服，那画面简直不敢想，全灭，绝对会被一瞬间炸得飞灰烟灭。赵小凡，在。你确定这个数据是真实的？包括他们官方公布的数字和第三方机构的统计。宗主，我在网上看到了多个来源的数据，包括他们官方公布的数字和第三方机构的统计。虽然各个来源的数据有些微差别，但总体数量极是一致的，不是宣传，是事实。官方公布，他们把自己的武器数量公之于众。对，不只是数量，连威力、射程，很多信息都是公开的。因为这个叫蓝星的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地区，彼此间纷争不断，这些信息公布出来形成威慑，让敌人知道你有多少武器，反而不会轻易动手。小子，你说的那个氢弹，真比核弹还厉害？厉害很多。我在网上看到，他们造过一颗5000万吨当量的氢弹，爆炸的火球直径近10公里，蘑菇云高度超过60公里，方圆数十公里内的一切都被摧毁了。5000万吨，是重量单位。对，用 TNT 当量来衡量爆炸威力，1吨 TNT 炸药爆炸释放的能量，大约相当于一个炼气器修士自爆的威力。一个炼气器自爆等于1吨 TNT，5000万吨就是5000万个炼气修士同时自爆，这老子元婴期也扛不住啊！赵小凡，你之前说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普通人，都是普通人，肉身脆弱，没有灵力。对，那他们是怎么造出这种东西的？靠科技，靠分工，靠成上万人一起协作。一个人能搬1块砖，但1万人能在1年的时间里盖起一座城。这个世界的人单体很弱，但集合起来。宗主，我建议宗门需要重新审视与那个蓝星世界将来的关系。我等附议。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那边的凡人没有灵力，肉身脆弱，凭什么能造出那种东西？我是说，咱们元阳界也有凡人，那么多凡人国度加起来也有几百亿吧，他们怎么就没搞出什么科技大道？从古至今还是种地、打铁、盖房子，跟那边的凡人比，差的也太远了。凡人的确没有发展出你说的科技大道，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尝试过。什么意思？我在阵法堂的典籍阁里翻到过一些上古时期的记载，那时候元阳界的凡人和修仙者之间的关系跟现在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上古时期，凡人和修仙者之间的界限没有现在这么分明，很多修仙者本身就是凡人出身，凡人的城池和修仙者的洞府交错分布。凡人中的能工巧匠和修仙界的炼器师经常交流技艺，那时候凡人的工艺水平其实是在稳步提升的，虽然远不如那边的科技大道，但至少是往前走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修仙者发现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凡人如果掌握了太多知识，就会开始问一些不该问的问题，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。柳长老说的是老黄历了，老夫来把话说明白吧。元阳界的凡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技大道？因为有我们，不是有意为之，但结果是一样的。我们修仙者的存在本身就在压制凡人的发展。你想啊，凡人生了病会怎么办？找大夫，大夫治不好的呢，找修仙者求药。对，凡人种地收成不好怎么办？求修仙者施雨。凡人要盖高楼搬不动大石头怎么办？求修仙者帮忙。凡人遇到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想办法，而是找修仙者帮忙。求人求惯了，就不会自己走路了。文渊长老说的对，上古时期凡人和修仙者交流频繁，凡人的工艺水平反而在进步。后来修仙者越来越多，对凡人的帮助越来越周到，凡人的创造力反而萎缩了。我们以为自己在帮他们，其实是在扼杀他们的创造力。照你们这么说，修仙者还成罪人了？不是罪人，是天道如此，适者生存，这是元阳界的规矩。修仙者占据了天地间最优质的资源，凡人在夹缝中求生，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，哪还有余力去琢磨什么科技大道？或许正是因为赵小凡所在的那个世界没有修仙者，凡人只能靠自己。1代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10代人解决；10代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100代人解决。就这么一代一代的积累，一代一代的传承，最终走出了那条科技大道。说完了就听我说，元阳界的凡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技大道？那个世界的凡人能走到这一步，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聪明，是因为他们没有退路。而我们呢？我们元阳界的修仙者从上古到现在一直活在一个惯性里，觉得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，但这个惯性还能维持多久？柳长老，灵气的衰减速度你是最清楚的。1000年前元阳界的灵气浓度是现在的多少倍？2倍。3000年前呢？5倍。1万年后，元阳界的灵气还会剩下多少？10万年后呢？到那个时候，修仙者还会在吗？传本做法旨：第一，获取3样此界核心之物的样本，可千里传音的手机，可飞天遁天的飞机图纸或残骸，以及核弹的制造原理或核弹，通过令牌传回。第二，查清此界核弹确切数量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
让他评估，若我天眼宗举宗降临，正面抗衡此界，胜算几何？宗主，飞机和手机应该还行，可是那核弹未免太难。正因难如登天，危险万分，才能试出那个世界的深浅。告诉赵小凡，谨慎行事，宗门会倾尽资源支持他。大哥，事情搞定了。拿来，把你身份证拿出来。行，多少钱？大哥，您就别提钱了，加上加急费一共3000块。钱先记着，以后还你。大哥，您这话说的，为大哥服务是我刘强的荣幸，什么还不还的，多见外。行了，别演了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大哥，是这么回事，之前那个割妖柔的生意不是没做成吗？我们违约了。赔偿多少？现在那边要我们1个星期内给出赔偿。哼，5万。50万，大哥，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。之前为了接这个活，我们把手里那点钱都投进去了，现在手上就剩2万多块了。大哥，我们3个现在凑一起就2万出头。王医生那边，我还有几千块。几千？7800，就这些？给女儿交学费花了一笔，还有房贷车贷，手头确实不宽裕。2万加3800，2万7800，距离50万还差40多万还多，能不赔吗？应该不能。如果我们不赔，他们肯定会来找麻烦。大哥，以您的实力，那几个来找麻烦的肯定不是您的对手。不行，鼓舞高手的事你们知道就行，不要出去说，原因你们自己清楚。大哥放心，我刘强嘴最严了，打死我也不说。对，绝对不说。那就想别的办法，来钱快的但不犯法的。大哥，您说的这来钱快不犯法，这2件事它本来就是矛盾的呀。怎么矛盾了？来钱快的事儿都写在刑法里了，不犯法的事儿来钱都慢。大哥，要不咱们去奥城？去奥城干什么？啊，小说里不是经常写吗？主角去了奥城，一把就赢几百万。你闭嘴！那是犯法的，而且大哥是正道出身，能去？那就想想其他办法，不犯法来钱快的。小王，你有主意？大哥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但不知道行不行。你有什么好想法？我也是刚想到的。你倒是赶紧说。大哥，我这个想法还是因为有您才能实现。仔细说说。大哥，您知道我是个医生，尽管没业执照，但还是有不少人来找我看病。这里面有些人的病是疑难杂症，大医院治不好，或者要花很多钱才能治。大哥，您能不能用内力去给人治病？小说和电视里演的内力不是可以帮人治病疗伤吗？对啊，这个世界生大病的重病富豪多的是，用灵力帮凡人梳理经络，那不是信手拈来？对啊，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，什么打通任督二脉、真气疗伤，那些武林高手都是这么干。那咱们以后是不是也能？闭嘴！大哥的武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可行，这个事儿能干。大哥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？不急，先摸清楚情况，什么人什么病能给多少钱，都要搞清楚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你们先商量着。赵小凡，宗主有3项指示，你听好了。第一，获取手机、飞机、核弹的样本，条件成熟了，通过令牌传回。第二，查清核弹的确切数量。第三，评估若天眼宗举宗降临，正面抗衡此界的胜算。长老，您说的这个手机和飞机还好说，核弹……宗主知道很难，正因为难才要你做。我特妈就一个炼气3层的假正黑户杂役啊，让我去偷核弹，还举宗降临，宗主这疯了吗？不急，宗主说了，谨慎行事，慢慢发展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站稳脚跟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另外，宗门这边也在全力研制可传送更大物体的方法。柳长老说理论上可行，但需要时间。多久？不确定。我知道了，长老，我这边有个需要向宗门支援。说。我需要一些精通药理的师兄或者长老，帮我跨界问诊，以及一些低阶的灵丹妙药疗伤的、解毒的、培元固本的，什么都行。可以，宗门会全力支持你在那边的发展。长老，等我这边赚了钱，就买一些这个世界的东西传回去，绝对有用。行，我也想见识科技大道的炼器器品，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全？你需要的东西一会儿给你传过去。至于精通药理的人，我会请药堂李玄长老帮你。多谢长老。别谢太早，记住，你现在是宗门的眼睛，所以千万别死了。李长老有事？没空，这炉培元丹的火候正到关键处，天塌了也得等半个时辰。异界那个小子需要你帮忙，给凡人看病挣钱。给凡人看病，好啊！我想看病的凡人和我们元阳界有什么不同？病情这东西最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天地人三才之气。走，大哥，我联系好了。王姐她爹得了痛风，已经10几年了，什么药都吃过，偏方试遍，大医院也跑了好多家。用王姐的话说，就是药石无医，就等死的地步。
痛风？大哥，痛风是一种，主要是因为一种叫尿酸的东西在身体里太多，形成结晶沉积在关节里，引起剧烈疼痛红肿，很难根治，尤其到了晚期，关节受损严重的。尿酸结晶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专有名词？原来如此，人可靠吗？事后不会乱说吧？可靠，打了招呼不会乱说。王姐是我远房表姐的邻居妹妹的同事，反正关系绕是绕了点，但人实在。他爹这病就真是没辙了，听说有神医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愿意试试。而且我按您吩咐，提前打了预防针。诊金说神医脾气怪和心意，但初步接触至少得这个数，2000。只是见一面把个脉，要是真能缓解，后面再谈。2000？老子以前在工地流血流汗搬砖20天也挣不到2000，摸个脉就给2000，异界凡人的钱居然这么好赚。准备一下，出发。王姐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赵神医，他老人家的手段。总之，您让赵神医给老爷子瞧瞧，准没错。赵神医，请进吧。我爸在里面屋里，实在疼得动不了，劳烦您一步。生命体征还行，但疼痛指数肯定极高。怪了，怎么？你看这肿胀，外肿内结，浊毒凝结，表面是湿热，根子上却是寒瘀。元阳界的凡人要是得这种病，多半是常年泡在阴寒湿地。但这个世界的凡人，李长老，患者家人说，他爹以前爱吃肉，喝啤酒，一喝就是几十年。啤酒？那是什么酒？不知道，但网上说这东西喝多了会导致尿酸升高，形成结晶。吃出来的病，元阳界也有类似的。富贵人家吃多了灵骨肉食，灵气淤塞不化，也会长出这种结晶。不过那边的病不叫痛风，叫骨质，治法倒是相通。小凡子，别硬来，你那点灵力还不够把那些结晶碾碎。先顺气，把淤塞的地方疏通一下，让气血能流过去就行。我教你一套顺气诀，你按我说的做。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是在疏通一条堵了几十年的沟渠，急不得。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用药：清灵丹，安抚躁郁，消肿止痛，化水服用。取半碗温水。别多问，别多想。扶起来，跪下。大哥，你看他的脚，这神医活神仙，我爸疼了10几年，谢谢你拯救了我爸。救死扶伤，医者本分。只是此病根深，需7日一次，连续施治。吓死我了，幸好装住了。治，一定治，多少钱都治。这是诊金，2000，您别嫌少。后续的，赵神医您需要什么，我们一定准备。刚才真是吓死爹了，要不是李玄长老在旁边指导，我哪敢下手啊？大哥，你知道王姐她爹那个病在大医院要花多少钱吗？多少？2万。2000块确实收少了，但没关系，又没彻底根治，下次就该涨价了。好难啊！茂绿缸的药，你们见过吗？我在网上搜了，发光药丸、特效药仙丹，什么都搜，网上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。你们还记得那天晚上吗？我们把大哥带来这里的时候，可是搜过身的，身上就200多块钱。听我说，这事儿我们记在心里就行。大哥越有本事，我们就越有前途。这不废话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次是真的抱到金大腿了。从今天起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谁要是掉链子，别怪我刘强翻脸不认人。强哥，你放心，我们肯定好好干。算你们识趣。大哥听见了？废话，武武高手耳聪目明，这点常识都没有吗？都别说了，大哥有正事，咱们门口守着。赵小凡，病看完了？看完了，李长老指导的好，病人已经缓解了，关节肿溢明显消退。李长老说你的灵力掌控还需要练，但第一次能做到这个程度，勉强算及格。这叫对讲机，不需要任何修为灵力，普通人按下按钮就能说话，有效距离10公里。10公里，而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充上电就能反复用。电就是这个世界的能量，跟我们的灵石差不多，差不多就是凡人也能用的炼气产物。传过来。宗门传东西过来千难万难，而我反向传东西回元阳界，居然只消耗了微乎其微的灵力，几乎没什么限制。长老，看到最大按钮没有？按下去说话。喂，听到了吗？没有一丝一毫的灵力变动，没有一文一毫的阵法符文，2个凡人拿上它，居然也能隔着几里里及时传音。赵小凡，你确定这东西能在10公里内通话？你拿着这个往山下去，
走到差不多10公里地。长老，这是……别问，拿着就行。到了按那个最大的按钮，说话。长老，听到了，你那边清楚吗？清楚，非常清楚。长老，这东西不需要灵力，这么远就能对话，神器啊！不需要灵石，不需要修为，能反复充能，无限使用。这哪里是什么廉价玩物？这是能碾压凡俗战局、变革全宗调度防御的无上战略级神器啊！回来吧，赵小凡。在。这东西你能买到多少？长老，这东西在这个世界很常见，300块钱一对，不是很贵。宗门会全力支持你在那边搞钱。这东西先买上1万对。1万对，那就是300万。长老，你得给我点时间。尽快，1个月。行。对了，长老，上次宗主不是说让我直接向他汇报吗？宗主事务繁忙，由我负责接收上报。怎么？难道觉得由我来接委屈你了？哪能呢，哪能呢！周长老您受累，我这边一有消息肯定第一时间找您。好险，要是真跟沈宗主直接对话，万一老子脑子里冒出沈宗主穿黑丝高跟鞋的画面被他看穿，那真就直接灰飞烟灭了。能隔着周长老太安全了。刘长老，什么事儿？我在研究传送阵。来护法堂一趟，给你看个东西。赵小凡从异界传回来的，你应该会有兴趣。马上到！东西呢？周旋，你说的东西呢？这是什么材质？没有灵力波动，没有阵法刻痕。周旋，这就是赵小凡从那边传过来的，有什么用？那个世界的凡人用这种东西通讯。按一下按钮说话，松开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。有效距离10公里，不需要灵力，不需要任何修为，而且这东西不贵，300块钱一对。300块？你是说那个世界的凡人用300块就能买到这种？喂，这是即时通讯，没有延迟，没有灵力波动，就这么直接就通了。对，而且赵小凡说这东西能反复用，直到那个叫电的东西用完，电用完了，充上就能继续用。刘长老，这东西的战略价值你想过没有？请宗主和各位长老到护法堂议事，有要事。这就是赵小凡传回来的东西。是宗主，这东西叫对讲机，是那个世界凡人的通讯工具，不需要灵力，不需要修为，有效距离10公里，能反复使用，价格极低。10公里，不需要灵力，就这么个破玩意儿。你按那个按钮，然后说话。喂，宗主，我找您来不只是为了展示功能，我是想说，如果大规模装备到宗门弟子手上，我们能做什么？详细说。第一，巡山。目前宗门弟子巡山，遇到妖兽或者敌情，要么是放烟花，或者用传讯符，一来一回至少半个时辰。如果每个巡山弟子都配上一个对讲机，遇到情况直接呼叫。第二，宗门在各地有数十处矿脉，每处矿脉都需要弟子驻守，矿洞之间距离远，遇到他方妖兽袭击或者敌对宗门偷袭，消息传递极慢。如果每个矿洞都配上对讲机，防御效率至少提升3倍。第三，大比，燕国16宗宗门大比。如果每个弟子都配上对讲机，而其他宗门除了传讯符就是靠嗓子喊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让那小子买啊！先买他1万对！1万对，300万，他需要时间搞钱，能不能传点灵石过去换钱？用灵石换钱，亏你想得出！你是怕赵小凡死得不够快是吧？灵石一旦出现，一定会追查来历。确实，风险太大。那就让他继续治病赚钱，药堂要全力支持。周旋，你告诉他，宗门不急，对讲机的事能买多少买多少，先保证战堂弟子全部装备上。是。柳长老，这东西你能复制吗？工作原理跟我们炼器完全不同，拆开研究也许能找到思路。那就拆。周旋，你继续负责与赵小凡的联络，对讲机的采购、传送、分配你统筹。是。雷震天，你负责测试实战方案。明白。韩秋，你负责保密，对讲机的存在不能让其他宗门知道。赵小凡在那边搞钱不容易，他能传回来多少，我们就用多少。但有一点，这东西不是拿来显摆的，是拿来赢的。宗主放心，等大比的时候，我会给其他宗门来一个大惊喜。话说，我们天眼宗有多少年没拿第1名了？1万部对讲机，300万，老子上午赚2000还觉得美滋滋，这300万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！怎么就嘴贱一口答应了周长老呢？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几位稍等，我先进去通报一声，大哥脾气古怪，不许被人打扰。大哥，生意来了。上次那个王姐，她把她爸的痛风治好了大半的消息传出去了，现在有5个病人找上门来，都是慕名而来的，有几个穿着打扮都不差，应该能出得起价。5个人，财路来了，高人风范，摆起来，让他们进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来，先登个记，姓名、年龄、什么病，之前在哪家医院看的，一个一个来。赵神医看病有规矩的。稍等啊，里面有专人安排，轮到谁谁进。
赵神医，听王姐说你医术很好，我爸腿不好，膝盖疼了几年了，医生说要10几万才能做到手术。我们家半月板损伤2度，关节腔积液。大哥，确实是膝关节的问题。筋骨之伤，膝盖里面有东西裂了。元阳界也有类似的，练功不当或者外力撞击导致的膝关节损伤，拖久了不好办。回元丹太猛了，用不上，给他用健骨散，培元固感，温养筋骨，专治这种陈年骨裂。大哥，这个怎么用？化水。这是什么药？味道好香。祖传的，别问。不疼了，不疼了。神医，这是诊金，我们知道您这本事不止这个价，但现在手头紧，您先收着，等我们凑够了，后面再补。4000，这是我1个月的工资。4000块，一次4000，5个人就是2万，比在工地搬砖快几万倍啊！谢谢赵神医，谢谢您。3天后再来复诊一次，一次好不透。3天后不来，过几个月还会犯。来，一定来。真的好多了，疼了好几年，突然不疼了。王姐，这也太神了吧！这才多大会儿功夫？我跟你说了，赵神医是真有本事。我爸那个痛风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大医院都治不好，人家1碗药下去，脚踝的肿当场就消了，你们还不信？哼，也就是看你们都是熟人，我才带你们来的。换了别人，人家神医还不一定见呢。叔，真不疼了，真不疼了，你们自己进去试试就知道了。王姐说的对，效果你们也看见了，神医是真有本事的。等你们治好了，回去多帮我们宣传宣传。下一个，老太太，该您了。妈，你慢点。不麻了，一点都不麻了。大哥的规矩，看着给就行。我先给这些，后面的下次补上。3天后再来，坐下。真不疼了。赵神医，您看这个数。行了，3天后再来。这个病有点麻烦，不是骨头的问题，是气血的问题。小凡子，你先用灵力给他疏通经络，回头我让药堂配几副专门治封闭的汤药。赵神医，谢谢您。3天后再来。唉，终于可以把这高人风范给卸下来了。大哥，一个下午17000，加上上午王姐的2000，就是19000，这个钱也来得太快了。这12000你们4个分。大哥，这是给我们的，跟着我不会让你们白干。大哥仗义，您放心，我刘强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。谢谢大哥，大哥万岁。行了，把钱分了，明天还有正事。大哥说了，你们4个，你俩也有份。这钱我得留着不花，我给我妈转过去，就说跟了个好老板。大哥，今天这几个是王姐的邻居亲戚，没什么钱，但如果消息传开了，肯定会有更多的病人，那些有钱人呢？对，大哥，咱们得找大客户，那些身家千万、亿万的大老板，为了治病，多少钱都舍得花。19000，距离300万还差得很远，还有他们4人的50万债。但如果能找到真正有钱的病人，一次收几万甚至几十万，去哪里找有钱人呢？我这就去查查绿藤市那些大富豪都住哪儿。等等，大哥，有一件事我必须先说清楚。什么事？行医资格，给人看病是需要执照的，不是你会治就能治，你得有官方发的行医资格证，证明你学过医，考过试，通过了国家的认可。没有这个证，你给人看病就是黑医。黑医？对，黑医，非法行医，被抓到的话，轻则罚款，重则坐牢。这个世界真他妈麻烦，元阳界的本事在这个世界到底值多少？大哥，天刚亮就接了好几个电话，有病人预约，让他们等着，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医院。大哥，你要去医院？你身体不舒服？去看看行情。行情？对，看看这个世界的医院收多少钱。大哥，正规医院的收费是有标准的，挂号费、检查费、药费、手术费，每一项都有定价，不同的病、不同的治疗方案，价格差很多。专家挂号费50、100，这么贵？大哥，挂号费只是看医生的钱，检查费、药费、治疗费是另外算的。一个病人从进医院到出去，少则几百，多则几万、几十万。亏了，亏大了。这东西
能看见人体内部。对 ，CT、X 光还有核磁共振，不用开刀就能看清骨头、内脏、血管，哪儿有问题一目了然。在元阳界能做到这一点的，至少是金丹期的神识。金丹期以下的修士探查内伤，还得把手搭上去，一点一点用灵力去感知。而这个世界的凡人，造了一台机器，按几个按钮就能做到。小王，你说我这个技术值多少钱？大哥，你那个药丸如果拿到市面上卖，一颗卖几万块都有人抢。至于你的手法，无价。算了，先看看再说。小陈，你醒醒啊！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心跳了。老秦，节哀。小凡啊，人死如灯灭，灯灭了就是真的死了。但只要灯芯上还有一点火星，就还有机会。还有一点火星，这具躯体里的那一点火星，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暗淡下去。再晚几分钟，就真的灭了。荒唐，人还没死呢，结什么哀？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谁没死？里面那个，他还没死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是医生？不是。你是什么人？病人左胸贯穿伤，送来时心跳呼吸全停，我们抢救了40分钟，心电图是一条直线，你说没死？马尾辫白大褂，腰肢曲线确实不错。这个世界的凡人长成这样算不错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在元阳界，杂一堂分灵果的苏师姐比他好看10倍。我说没死，你们抢救了40分钟，心电图是一条直线，但那是你们的标准。你大哥说没死就没死。我们专业抢救了40分钟，心电监护全程直线，各项生命体征完全消失。你说人没死，你大哥是神仙不成？单凭肉眼就能断定我们医院的诊断有误。先生，这里是急救科，不是胡闹的地方。逝者已去，请你不要在这里扰乱秩序。我大哥不是神仙，但他懂古医术，比你们这些仪器靠谱多了。就你话多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小兄弟，你若能救人，请你救救他。她是队里最年轻的女警，才23岁，她绝对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我们商量一下，这可不是王姐她爹那种病，这是枪伤，医院都宣告死亡了，而且咱们3个，一个混混头子，一个黑诊所医生，一个连身份都是假的假古遗传人，没有一个经得起查。完了，这回撞到枪口上了。我以前网贷催收，非法军进，随便拎出来一条，都够我进去蹲几年的。大哥，风险很大，但是如果你能救活，这警察就欠你一条命。在华夏，警察的人情比行医资格证那张纸管用很多，以后在绿堂市会方便很多。真想我救人也行，但得这个数。行，50万，只要你能救活他，我现在就去凑钱，50万一分不少。我操，老子伸5颗手指是想要5万块把债务还清啊！这老警察居然直接给我喊了50万，赚翻了啊！可以，我救。胡闹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我们已经宣布病人临床死亡，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张口闭口古医术就要救人，真要是出了问题，谁来负责？老秦，你看清楚了，他们连行医资格都没有，你还想让他们治，这是违法的。他有没有行医资格我不管，我只看结果。我的人躺在里面，你们说救不活了，现在有人来说能救，你让我眼睁睁看着那张纸比人命还重要吗？不行，老秦，出了事没人扛得住，制度就是制度。老秦，林医生已经让步了，他的意思是让你把人带走，这人若能治，也只能在外面治。那就不在医院治，带出去治吧。把人带出去，出了医院就不是你们的事了。他活了跟你们没关系，他死了也跟你们没关系。你同意，现在就带人走；你不同意，我现在就走。同意，我现在就安排。人你可以带走，但是出了这个门跟医院没关系，病人自愿离院，一切后果自行承担。老秦，你写个书面东西，签了字，人就可以走。拿来，我签。长得倒是挺帅，就是脑子不太好使。人都这样了，还救什么救？这不是刚才急救那个女娃吗？医生不是说没救了吗？嘘，小声点，听说是要转院。我刚才听了一耳朵，说是有个懂古医术的要把人带走。古医术有这玩意儿吗？你看那人还有纹身的，不像正经人啊。回去把那条龙弄掉。行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不行，我不是去干涉你，人是枪伤，路上随时可能出状况。我是急诊科医生，万一有什么情况，我也能处理。那就跟上吧。去哪里治？这就出发。就这里。就在这儿治？你连个手术台都没有，连基本的无菌环境都没有，你就想在这儿治一个枪伤贯穿的病人？小兄弟，这是不是换个地方？我知道附近有个诊所。不用，就在这儿，已经没多少时间耽搁了。既然让我治，就按我说的来。那抬上去吧。我要在旁边看着。不行，
我是医生，万一出问题……没有万一，小兄弟，你也在外面。我说了，我一个人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都不要开车门。凡人气终究有其局限，看似毫无心跳，实则那道生命火的火星还在闪烁。赵小凡，你那边怎么这么暗？长老，我这边有个病人，枪伤贯穿左胸，病人已经没有心跳了，但我能感觉到他体内还有一丝生机，我需要李长老的指导。小凡子，你把灵力渡进去，先让我看看伤情，快！这就是那个世界的武器造成的伤势吗？有点意思，就一个小洞，就能让人死成这样。子弹高速穿过身体，会在体内发滚。长老，你看伤口深处，没有灵力残留，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纯粹是物理。肺叶穿空，失血过多，心脏停跳。但你说的没错，他体内却还有一线生机。第一，止血，他体内至少有3处血管在持续渗血，先把血止住。第二，修复肺叶，我让传送一粒续命丹过来，专门吊命用的。第三，恢复心跳，这一步最难，需要你用灵力去推他的心脏。往左，再往左，对，就是那里，有一根血管断了，用灵力把它堵住。换个角度，他的伤口是贯穿的，前胸进，后背出，后背那个伤口更靠近那根血管，把手移到后背上。止血完成了。好，接下来用药化水，整粒泡水，让它慢慢化开，一次喂1小口，分3次喂完。这绝不是任何医用制剂或消毒水，像是深山老林里才有的草木气息。能散发出这种气味的人，也许真的能救小琴。长老，没反应啊，还是没有反应。第3口，喂完等10息，10息，15息，20息，20息。长老，再等。要起作用了，现在最难的一步，把灵力渡到他的心脏。他的心脏停了太久了，你要用灵力去推他，像推磨一样，一下一下，让他重新找到节奏。停，再来。他记住节奏了，但还不够稳，再帮他几次。够了，他自己可以了。长老，他活了吗？但是活了，但他的伤太重了，续命丹只能吊住他3天。3天之内，如果不能进一步治疗，不过接下来交给那边的大夫医治也可以了。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命是救回来了，不过后续治疗交给医院就可以了。啊！救回来了！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祖传的。祖传的？什么祖传的医术能把一个临床死亡的人救回来？不方便说，告诉他灵力、丹药。还是告诉他有整个天眼宗长老团在背后远程指导，老子脑子被驴踢了才会说。真救活了，有脉搏，真的有脉搏，瞳孔也有反应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兄弟，你这古医术这也太神了吧！活了，真的活了，大哥牛逼，老子这条金大腿抱得太直了。那个说好的50万。对，钱我差点忘了，别看了，都过来凑钱。人家把小琴救活了，说好的50万，我现在手头没那么多，你们谁有先凑上，回去找局里报。我有，转多少？先转5万。我这儿也有，秦队，你说个数。3万。秦队，这里面有8万，密码我生日。转账成功。50万这么快就到手了，搞钱太简单了。小兄弟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找我。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？干我们这行的，随时可能出意外。要是以后谁有个什么事儿，能找您帮个忙，我们心里也踏实。如果你能救活，这警察就欠你一条命，以后在绿堂市会方便很多。行了，赶紧送回医院吧，后续治疗还是得靠他们，我这边只能吊住他3天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人送回去！秦队，这个人可真有本事，以后咱们谁出个事儿就找他。我是正经医学院毕业的主治医师啊，可今天竟然被一个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的骗子啪啪打脸，我还有什么资格说他？好什么好，人还躺着呢，就是没救活嘛，果然是骗子。大哥，你是没看见那个警察的表情，还有那个女医生脸都绿了。我刘强活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在警察面前腰杆挺得这么直。看路。大哥，那个违约金的事儿，你是想说让我帮你把那50万还了？大哥，我知道这要求过分，50万不是小数目，你刚到手，我这就开口，但那边催得紧，
再不还，他们就要找上门了。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。50万，刚到手的50万，说给就给。大哥，账还了没压力了，以后就老老实实干正事儿。大哥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。我一直觉得自己跟着大哥是因为怕死，为了前途。但现在，就算什么也没有，我也想跟着大哥干。50万，这笔钱是我在这个世界赚到的第一笔大钱，是靠宗门的丹药、李玄长老的指导，靠我炼气1层的修为。这是宗门的钱，修仙者的钱，可不是那么好拿的。大哥，来了6个病人，都是通过昨天那些人传开的，等了好几个小时了。一个一个来。大哥，13000。好。赵小凡，正好，我和李长老在说你之前那个女病人的事。小凡子，我和周长老研究了一下午，那个枪伤没有灵力残留，纯粹靠动能破坏，单次杀伤力大概相当于炼气中期修士的一击。那个世界凡人的战争潜力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。这事儿以后再说，你找我们什么事？长老，我需要3样东西：隐身符、空间袋，还有牵引箱。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隐身符让你在凡人面前彻底消失，空间袋能带走任何东西，牵引箱能让你精准追踪。这3样加起来就是打家劫色的标配。赵小凡，宗门虽要搞钱，但天眼宗弟子绝不能做那些偷鸡摸狗、伤天害理的事。长老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不是要去偷东西，今天救那个女警，别人给了50万。50万？然后呢？我那几个小弟之前因为割肾的活没干成，要赔偿50万违约金。我打算先用这50万去还账。还账？用你刚挣的钱，那可是50万！我知道，所以我想着还账的时候放一点牵引箱在那笔钱上，然后用隐身符再悄悄拿回来。这毕竟是我和李玄长老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是我的钱，不对，是我们宗门的钱，可不能就这么简单被他们拿去。你的意思是，钱你拿去还账，但账你还了，钱还在你手上？对，对方以为自己收到了钱，实际上什么也没收到。哈哈哈，对。而你那几个小弟的债算清了。对。我这就给你把东西传过来。长老，你不反对？哼，这是宗门的钱，宗门的钱当然不能便宜了外人。内门弟子标配的5立方米储物袋啊！师兄，你看，我现在有了。哪儿来的风？大哥，那边来电话了，说今天可以见面，一手交钱，一手销账。去取钱，50万，全部取现金。大哥，转账不就完了吗？50万现金拎着多沉啊！现金，听我的。行，我这就去取。小王、阿东、阿西，今天有病人来，就让他们等着，告诉他们上午有事儿，下午或者再看，愿意等的就等，不愿意等的明天再来。明白。大哥，有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。那边的人不是普通的放贷的，他们背后是绿藤市地下最大的势力，拐卖人口、开赌场、逼良为娼、买卖器官、放高利贷，什么都干，手上沾过血，不止一条。之前有个欠债的还不上钱，被他们打断了双腿，扔在桥洞里，3天后才被人发现。还有一家开小卖部的，借了他们5万块，利滚利成了50万，还不上，女儿被他们带走了，后来就再也没回来过。在元阳界，这等伤天害理的天眼宗见一个杀一个，等老子腾出手来，定要替天行道。所以你很怕他们？大哥，钱取好了，50万，您点一下。还钱，离开，天黑贴上隐身符，凭牵引箱标记拿回，完美。大哥，那边的人不太好惹，待会儿到了地方，您别说话，我来应付。那些人脾气不怎么好，我怕您跟他们起冲突。行，大哥，您就不怕他们把咱俩黑吃黑了？不怕，你忘了我是古武高手。好浓郁的死气与怨气，堪比元阳界邪修万灵的魔道魔窟。此地乃是一片至极的罪恶之地。大哥，就是这儿。行啊，强子，50万我给你1个星期，结果你3天就凑齐了，哪儿搞的钱啊？说出来让大家也挣点啊！刀哥，我哪有路子啊？你是知道我的，我只能帮着你做事，才能维持生活。上次生意失败，小弟我认，该赔就赔。这钱是我表弟给的。表弟啊，看着还不到20吧？是，表弟还很年轻，这次来就是想见见世面，没别的意思。
这帮凡俗世界的畜生，比元阳界的邪修还要凶残可恶。数目队50万整，钱是好东西，兄弟，能随手拿出50万，家底不薄啊。刘强这废物，能有你这样的亲戚，是他的福气。强子，以后长点记性。我是看你给我干催收那一块那么久了，才想着给你一个来钱的路子，结果第一单就失败。这次是你表弟救了你，下次可没这运气了。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的干催收那一块吧。回去等着，有活了通知你。是刀哥，您教训的是，那我等您通知。刀哥，要不要查查那个人？万一……刘强是什么人？跟我干了多少年催烧小弟，什么底线我不知道。真有什么事儿，他第一个跑不了。再说了，谁还没个亲戚呢？这次估计就是带个表弟来看看世界的阴暗处，长长见识。一个不到20岁的小年轻，你以为会是什么？警察吗？存起来，老规矩。大哥，刚才在里面我腿都软了，还是大哥厉害，从头到尾面不改色。我什么时候能有大哥这份定力就好了。账清了，50万的宴席箱标记已经跟着进了密室。今晚我会回去的。大哥，来了4个，都等了一上午了。王医生正在和他们聊天。一个一个来。大哥，今天4个加上昨天那6个，咱们看了10个病人，收入就2万多，这速度用不了多久。你先出去，我有事。赵小凡，病看完了，还有什么事？长老，我有重要情况上报。说。今天去还账，我听到……你说的不错，那是一片罪恶之地。果然，不管在哪个世界，人性的阴暗一面都会存在。元阳界也有邪修，那个世修我有，做的邪都一样，见一个害人的手段不同罢了。但你现在不在元阳界，所以我的建议是用那个世界的规则处理那个世界的罪犯。长老，如果报警有用，那片罪恶之地肯定早被端了。能在那种地方开一个那样的窝点，关着人做着那种勾当，附近的居民不知道吗？警察不知道吗？就算不知道，难道从来没有接到过举报？他们到现在还安然无恙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有人在上面罩着他们。你是想自己动手？长老，如果什么都不做，我道心不长通。好一个道心不长通！老夫原想笑他一介4灵根杂役谈何道心，可前不久传闻那落魄宗门的4灵根弟子得了机缘，用区区300年直登元婴抗衡巨腿。这小子流落到异界遇险，能逆炼回炼气2层，在灵气全无的世界里，硬生生靠着几块灵石把修为修回了炼气2层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机缘？你想怎么做？长老，你同意了？你一个人在那边，你想怎么做？我还能跨界伸手管着你不成？况且你都说道心不畅通了，我还拦着你。指不定你心里怎么蛐蛐我。别笑了，说正事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今晚先去探一探。隐身符我已经测试过了，凡人的眼睛和监控都看不到。我先把里面的情况摸清楚，有多少人关在什么地前放在哪里，然后看情况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我想把人救出来。我根据你说的情况再给你传一些东西，金刚符、雷火符、穿壁符，这些效果你都知道。另外再传乱神符，可以扰动凡人心神，关键时候应该能帮上忙。谢长老。别谢太早，记住，你是宗门的眼睛。做事前先考虑自己的命。我出去办点事，你们看好家。是。越靠近这片仓库，白天感应到的那种绝望、痛苦与疯狂的气息就越发浓烈，就连我丹体里的灵力都在疯狂的躁动。东南角，这是枪。刀哥说了，明天要出货，让咱们把家伙都擦亮。这批货值钱，不能出岔子。哼，出什么岔子？这地界谁敢来？老子这把赢了，给钱给钱！这就是他们的日常：豪赌、喝酒。肆意挥霍着从可怜受害者身上榨出来的血汗钱。这批是新到的，您看看质量。这个不行，年纪太大了。这个可以，看着健康。这个也还行。那你给个价。老规矩，先看货，再谈价。这群禽兽！上面要彻底清查，你们最近安分一点。那个卧底女警没有死。被救活了。女警，卧底？难道
难道就是我昨天救下的那个女警？给我2天时间，我会把这里处理干净，然后转移。若是不知道底细，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衣冠楚楚的人，居然是个凶残至极的犯罪头目？小刀，上面来消息了，最近风头紧，你那边先停一停，把尾巴处理好。呼，终于走了。牵引箱的标记就在里面透出来，我的50万，我的50万就在这里面啊！切，搞得这么复杂，我根本不会开。就算用灵力慢慢拨密码，这指纹识别我也过不了啊。不过这对我来说算个毛线问题。哈哈哈。嘿嘿嘿，不止50万拿回来了，这巨大的保险柜里绝对还会有意外的惊喜。那无孔不入的浓烈怨气，即便在这个房间里依然久久不散。这里真是一片彻头彻尾令人讨厌的罪恶之地。老实点儿，打了麻药的又不疼，取了你的换钱给你家里两清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见鬼了！不能就这么走了。眼前的这些人，如果今晚不救，应该会被带着撤离，早晚会被抬上那个手术台。既然管了，就管到底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！妈的，是不是线路老化？都他妈慌什么？抄家伙，去看看！收集这批热武器送回宗门，也好让宗门摸清此方凡界底层武力水准。谁？给老子出来！还我命来！我的肾好疼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城西老工业区第7号仓库地下黑窝点，主犯和大部分从犯已失去抵抗力，现场有大量受害者急需救治，关键罪证手术台下面。你们内部有内鬼，他们知道了卧底女警还活着，这2天就会撤离。城西老工业区第7仓库这个地址3个月前就收到过举报，1个月前又收到1次，可每次出警都是人去楼空，连根毛都没找到。所有人跟我走，通知特警和救护车，所有人把手机交上来，谁也不许打电话。怎么样？所有人都是被精准击晕的，力度恰到好处，不轻不重，轻一分晕不了，重一分会死人，而且击中的位置非常精确，都是人体神经密集区。这种手法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精准击晕，熟知内鬼与卧底，那电话里变声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长老，怎么样？行动结束了，道心通畅了。通畅了，那就好。你刚才说你还收了一些那个世界的武器。对，我现在就传过去。长老，这东西叫枪，至于威力如何，你们自己试试。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威力，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凡人都能用。任何凡人都能用，任何凡人扣一下扳机就行，不需要修炼，不需要天赋，不需要任何努力。一个小孩用这把枪可以杀死一个壮汉。如果那个世界的凡人真的能人手一把这种武器，太可怕了。长老，那边警察已经开始收网了。你那边的情况随时汇报，还有注意安全。虽然你这次成功了，但不能保证下次运气还好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从那个地方带回来的保险柜尽快打开。至于里面的钱，宗门的。对，宗门的。对了，长老，那个保险柜是钢板的，我打不开。你那边有没有什么能切开钢铁的东西？削铁如泥那种。你想要什么？匕首就行，越小越好，方便带。削铁如泥，你当这是菜场？传过去了一把玄铁匕首，内门弟子标配。削铁如泥是最基本的，别弄丢了。这在宗门得80块灵石。谢长老。别急着谢，东西给你了，正事别忘了。对讲机的事抓紧，宗门还等着用。明白。钱一到手，第一件事就是买对讲机。宗主，各位长老，赵小凡传回来一批异界武器，请到护法堂一观。秦队，你看这个。怎么了？这张钞票是在那个叫刀哥的主犯脸上发现的。据现场其他嫌疑人交代，他们看到刀哥被一张钞票糊在脸上，然后就开始发疯，喊什么还我命来。而且不只是刀哥，现场几乎所有嫌疑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，有人看到了鬼魂，有人听到了哭喊。我们初步检测了他们的血液，
没有发现致幻药物的成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。反正这事儿不太正常。你确定这东西的威力堪比炼气后期修士？赵小凡说的，手枪的威力大概相当于炼气中期，冲锋枪相当于炼气后期，但具体怎么样，试试才知道。你们3个把护体灵力开到最大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怎么样？像是被炼气中期的师弟全力打了一拳。这个你们小心点儿。这个要炼气后期，而且不是一下，是连续很多下。如果站着不动让一直打，护盾撑不了太久。炼气后期连续攻击，不需要灵力，不需要修为，一个凡人拿着这东西就能压制一个筑基期的弟子。如果一群炼气期的弟子每人拿一把冲锋枪，激活一个筑基修士，他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！膛线，子弹经过的时候会旋转，增加精度和射程。我们修仙界的法器，从来没人想过用这种方式。我们靠的是灵力引导，神识锁定，但这个东西用的是纯粹的器械，一根管子几条线就能让一块小金属飞得又直又远。还有这个子弹不是一颗一颗装进去的，是用一个盒子连着的，打完一颗，弹簧把下一颗推上去，自动上膛。我们的法器每一次攻击都要重新灌注灵力或者镶嵌灵石，但这个用的是纯粹的机械结构。周旋，你知道吗？这东西的原理比我们想象的简单多。不是因为它不精密，而是因为它的精密在另一个维度，是形状、尺寸、材料、运动这些东西的组合。你能仿造吗？能，而且如果加上我们的炼气手段，威力可以更强。比如这根枪管用的是那个世界的钢材，如果换成含铁精金，在客车上加速阵法，子弹射出去的速度至少翻倍，威力呢可能不是炼气后期了，筑基初期、筑基中期，谁知道呢？还有这个，那个世界的凡人用的是火药推进。如果我们换成微型爆裂阵，行了，你就说能不能量产？能。这东西的结构比我们的法器简单太多了。一个炼气学徒照着图纸，3天就能做出一把。如果流水线作业，1天几10把不成问题。枪能仿造就造，但不许轻易使用。宗主，为什么这东西这么好用？为什么不能用？你知道这东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不是威力不够，不是成本太高，是它太好用了。一个炼气1期的弟子拿着这把枪可以杀死一个炼气后期的弟子，一个普通人拿着这把枪可以杀死一个炼气期的修士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修炼的意义被抹平了。你们想想，如果这种武器在修仙界普及开来，会发生什么？低阶弟子不再苦修，因为他们知道练10年功不如扣一下扳机。宗门不再重视资质培养，凡人如果掌握了这种武器的制作方法，他们还会敬畏修仙者吗？还会乖乖纳税纳粮吗？还会跪在山门外求我们施舍一颗丹药吗？宗主说的对，一旦开了这个头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今天我们用枪对付其他宗门，明天其他宗门就会用枪对付我们，到时候死的就不是几个弟子了。而且柳长老说这东西不难仿造，那其他宗门的炼气师拿到样品之后，会不会也能仿造？我们能造，他们也能造，到时候修仙界的底层规则就变了。所以枪可以造，但必须严格管控。每一把枪，每一颗子弹都要登记在册，用在哪里，用了多少，都要有记录。这东西只能给有潜力的弟子配发，作为底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许使用。宗主，我还是觉得这东西给战丹的弟子每人配一把，咱们天眼宗的战斗力至少翻3倍。然后呢？然后打遍炎国16宗无敌手啊！再然后呢？其他宗门看到我们用这种武器会怎么做？他们会想方设法仿造，仿造不出来，就会联合起来逼我们交出制作方法。我们不交，就是与整个修仙界为敌。你觉得天眼宗打得过整个修仙界吗？所以我的决定是，枪可以造，但不许轻易使用，只有在宗门大战的时候，或者弟子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才可以用，平时全部封存。那我给有潜力的弟子配发总行了吧？当底牌用，不到万不得已不用。可以，但每一把枪的使用都要经过我的批准。赵小凡传回来的那些枪，不要全部拆解，留几把完整的。柳长老研究下如何在不依赖那个世界工业体系的情况下，用我们自己的材料复刻。明白。保险柜里不仅有我的50万，还有500多万，加起来足足620万，还有刀哥团伙的资料和绑缚散名单。
我靠！咋了，强哥？城西仓库昨晚被端了，刀哥完了，彻底完了。这是好消息啊！刀哥倒了，咱们就不用跟着他了，可以安心跟着大哥混了。不对，咱们以前跟着刀哥干催收，万一查起来……大哥，你看新闻了吗？城西仓库，我知道，昨晚我去了一趟那里。大哥，你去了，你一个人？我报的警，钱也拿回来了，那50万也拿回来了。大哥，那警察会不会查到我们头上？我们以前跟着刀哥干催收，虽然没干过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但万一……如果警察真找上门来，你们就说只干了催收，其他都不知道。就这么说，就这么说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你们放心，找神医看病准没错。我爸的痛风10多年都没看好，找神医看了看，吃了药就好了一大半。张三，下一个李四，别急别急，轮到谁谁进。警察，警察同志，赵神医可是真有本事的，你们可别抓他呀！对呀对呀，我老伴儿的未婚氏就是赵神医治好的，之前在大医院花了10几万都没用。赵神医收的钱比医院少多了，效果还好，你们可不能乱抓人。就是各位别激动，我们不是来抓人的，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哈哈，小兄弟，原来是你啊！秦队，稍等，这个病人马上就好。不急不急，你先忙。赵神医，您这手艺绝了，我这老腰3年没这么直过了。秦队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该不会是托儿？感谢赵神医，还真是神医啊！秦队，我在所里干了5年，见过的骗子比吃过的盐还多，但这一位我看着不像啊。是不是神医我不敢说，但效果是看得见的。一个人可能是托，2个人可能是托，这10好几个总不能都是托吧？对，而且那些病人看他的眼神，那不是什么托儿能演出来的，那是怎么说呢？感激，那是真感激。秦队，你说咱们以后要是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，能不能也来找他看看？秦队，什么事儿？小兄弟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跟我来。强哥，你说大哥会不会把咱们交出去？闭嘴！大哥说了交给他就交给他。小兄弟，我先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小陈，我们那个女警，她昨天醒了，医生说她能活过来是个奇迹，但我们都知道那不是奇迹，是你收了钱的50万，明码标价，不用谢。50万买一条命，便宜了。小陈今年23岁，刚从警校毕业2年，他爸妈就他一个闺女。你要是没救他，总之，谢了。小陈也说了，等他好了，亲自来感谢你。真不用，看病收钱，天经地义。他要真想来，带点水果就行，别整那些虚的。呵，小兄弟，有件事我得问你。说。小兄弟，凭你这医术，外面那几个你怎么跟他们混在一起的？不瞒你说，我这次来本来是为了他们几个。我们刚破获了一个案子，有人供出这3人掰制催烧，虽然没有闹出过人命，但不是好人啊。特别是最近，他们接了一个活儿，买卖器官。要被割肾的人是我。什么？你？对，我从山里出来，很多事情不清楚，因为没有身份证，到处打零工，然后看到一张招聘广告，高薪包吃住，不需要身份证明，我就去了，然后就被他们绑了，关在小黑屋里，说要割我的肾。不过后来他们没割成，我把他们说服了。说服。对，说服。我跟他们讲道理，从人生的意义讲到做人的底线，从因果报应讲到浪子回头。他们听完之后痛流涕，决定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小兄弟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秦队，你觉得我在编？行，那我换个说法，我把他们打了一顿，打服了，然后告诉他们跟着我干，比割肾有前途。那你呢？你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你说你没有身份证，那你总该有个来历吧？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的，具体地名说了你也不知道，导航都找不到的那种。我师父是个老中医，一辈子没出过山，我从小跟着他学医，学了一身本事，但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脑，连电都没见过。去年师父走了，临走前跟我说，你下山去吧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然后我就下山了，然后就发现这个世界跟我师父说的完全不一样，没有身份证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，
到处打零工、搬砖、洗碗，什么都干，然后就被刘强他们骗了。蜀地哪个山沟沟里？小兄弟，你这一身医术真是跟山里老鹰学的？秦队觉得不像。行，你的来历我记下了，回头我找个那边的同事问问。那么偏的地方，导航都搜不到，你要是能问出来，算我输。秦队，刘强他们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你觉得呢？他们以前干的那些催收，如果没造成严重后果，能不能网开一面？至于买卖器官那个活儿，受害人是我不打算追究。不追究？不追究。他们现在跟着我，给我打下手。你也看到了，登记、验药、发水、维持秩序，干得挺好的。我这里靠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他们几个虽然以前不是什么好人，但现在确实在干正事。行，这次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追究了。但他们以后要是再犯，我第一个来找你。放心，他们不会再犯了。你说了不算，他们说了才算。没事了，秦队不追究了。谢谢大哥，谢谢秦队。行了，以后好好跟着你们大哥干正事，别给我找麻烦。秦队，您放心，我刘强要是再犯，你把我抓进去关一辈子。谢谢秦队，谢谢秦队。1万对，大哥，你说要买多少？1万对，有问题。大哥，1万对对讲机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我的天啊，大哥是不是对数字有什么误解？买1万对对讲机要干嘛？开通讯公司、建私人电台，还是搞武装歌剧？行，大哥说买，咱就买。去哪儿买？绿藤市最大的电子批发市场。老板，买对讲机要多少？家用的还是工程用的？远距离的，10公里以上，电池耐用，能批量供货的。10公里以上的有这款，功率大，穿透力强，市区实测8到10公里，空旷地带15公里以上，电池能撑1天，待机3天。多钱一对？320，贵了，我要的量很大。多大？1万对。多少？1万对？这年轻人干什么的？不知道，吹牛的吧？兄弟，你不是在逗我吧？兄弟，你来真的？真的，1万对，300一对，就是300万。但我一次性拿这么多，你得给我便宜点。280最低了，这是出厂价，我一对就赚你10块钱。270，不能再低了，再低我就亏本了。成交，1万对，什么时候能到？3天后，分3批，第一批3000对，3天后到。大哥，那300万就这么花出去了？钱就是用来花的。300万买1万对对讲机，一个字都不解释。大哥，这绝对是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！秦队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林医生，你上次托我打听的那个人，我找到了。你是说那个赵小凡？对，在城西城墩村一个出租屋里，具体位置我发给你。秦队，你跟他聊过了？聊了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不好说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的医术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你要是有空，可以自己来看看，他那边每天都有病人，你亲眼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，秦队。兄弟，你这是要开安保公司啊？行了，你们先出去，我自己整理。走走走，出去出去！大哥一个人弄得过来吗？别废话，大哥让你出来你就出来。哎，长老，第一批到了，3000对，传过来，已经传过去了。你那边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喂，到了多少？3000对，第一批，后面还有7000对，分批到。喂，周旋，这个东西我要拆1个，不拆2个，不拆10个。拆，宗主说了，这东西你随便拆，但拆完要能装回去。每人领1对，领完了分组测试，10里范围内实时通话。这东西真能传10里？听说不需要灵力，按一下按钮就行。怎么可能？没有灵力怎么传音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陈师兄，听得见吗？再试一次。听得见，清清楚楚。10年前巡山惨剧，如果当时有此神物，按一下就能救命了。还能听到吗？还能听到吗？
能！师兄，你已经跑了5里地了！师兄，你已经跑了5里地了！真假的？我还没有灵力呢！喂，都给我好好练！谁要是把对讲机弄坏了，我饶不了他！是。传令下去，所有外派弟子回宗述职的，全部领一队对讲机带走；在外执行任务的，想办法给他们送去。韩堂主，全部？那可是几百人，有些在千里之外。那就想办法。对讲机送不到，人就不用回来了。是。天眼宗在炎国16宗里的情报网络一直受限于通讯不畅，消息传回来往往已经是几天甚至10几天之后了。如果每个外派弟子都配上对讲机，能让情报网络起死回生。第一批3000队已到，正在分发。柳元基拆了10个，正在研究原理。雷震天已经开始组织战腾弟子测试。韩秋要求外派弟子人手一队。赵小凡那边第2批什么时候到？7天后。钱够不够？他上次从那个犯罪窝点拿回来的钱，说是有几百万，应该够了。这东西不只是通讯工具，是改变规则的钥匙。谁掌握了更高效的通讯，谁就掌握了战场；谁掌握了战场，谁就掌握了话语权。让赵小凡在那边注意安全。他现在是天眼宗最珍贵的弟子，比任何灵石矿脉都珍贵。他没了，我们在那个世界的眼睛就瞎了。是。赵师兄，3号采区灵气波动异常，像是又挖到了一条支脉。张成，你带人去3号采区看看，别硬挖，先探明走向。收到。3块下品灵石1张，用一次就废。在这矿里守了20年，灵气干扰大，10回有8回传不出话。这玩意儿就是烧钱废纸。赵师兄，3号采区确认了，确实是支脉，储量不大，但也够采一阵子了。桎梏阵法呢？稳定吗？稳定。我刚检查过阵基，灵力流动正常。3号，要是那时候有这个黑疙瘩，那个弟子可能就不会死了。节点稳定，但有一处阵纹磨损的厉害，需要修补。这东西真是好用。大师兄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这东西长得真丑。你说它里面是什么原理？没有灵力怎么传心的？喂，大师兄听得见吗？喂，大师兄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别闹。没闹，我在测试。周青，你走到那边岔路口去，我看看能传多远。师兄，我到第1个点了。知道了，注意观察。前2天有弟子在这一带看到过铁背狼的脚印。收到。周青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有痕迹。什么痕迹？像是大型妖兽粪便，还是新鲜的，灵力残留大概在炼气后期。李锐，你往周青那边靠，我从小路绕过去，保持通讯。收到，明白。大师兄，我看到他了。什么位置？什么修为？左前方300步，铁背狼，炼气后期，正在进食，还没发现我。李锐，你从左边绕到他后面。周青，你正面吸引他注意，不要硬拼。我从右边包抄，等我口令，一起出手。收到，明白。我到位了。动手！瑶光幽的登峰。大师兄，你看见了吗？刚才那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以前靠灵鹤指说一句话等半天，那家伙早跑了。今天一个口令下去，3个人同时动手，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走了，继续巡山。李锐，别废话了。曾经以为廉价的破烂，如今挖矿的弟子说能救命，巡山弟子说天衣无缝，外派弟子说此物甚妙。赵小凡，你小子立了大功了。城西路线已规划。赵神医这医术真是神了！我这头疼3年了，大医院查不出毛病，他给我按了几下，喝了碗药，当场就不疼了。美女啊，这位美女是来看病的吗？不是，我找赵小凡的。您找我们大哥啊？您是朋友介绍的，他在吗？您稍等，我去通报一下。您贵姓？林。美女，大哥请您进去。大哥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女人？该不会是……算了，大哥的事别乱想。林医生，坐。不请自来，打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知道那天你是怎么把小陈救活的？心电图直线，心跳呼吸全停40分钟，你凭什么说他没死？
我说过了，祖传的。祖传的什么？医术、药方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林医生，有些东西不是我不想解释，是解释了你也听不懂。你这是在说我智商不够？不是，是咱们说话的基础不一样。你用的是蓝星，不是现代医学的框架，我用的不是这个体系。你用你的标准去衡量我的方法，就像拿尺子去量水的温度，量不出来，不代表水不烫。那我在这儿看着，随便你吧。咦，好像没那么正了。甜的，神医祖传的方子，不苦。不疼了，真不疼了，好几年没这么轻松过了。谢谢赵神医，谢谢赵神医。没有手术，没有化验，没有仪器，就凭手指按压和一碗水，原本坏死的关节居然活动自如，这简直打破了现代医学的铁律。等一下，你那个药我能看一眼吗？不能，林医生，我让你坐在这儿看，已经是破例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药不外传，方不外泄。那你的手法呢？你刚才只是按着他的手指，没有推拿按摩，他们就不疼了。我说过了，尺子和水，你的仪器测不到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。你用你们那套标准去衡量，当然量不出结果，但病人不疼了，这是结果。你不信我，总得信他吧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，那个药丸你自己做的？原料呢？哪里来的？山里采的。行，我不问了，但我还会来的。你这儿有病人，我正好有空，来看看，不犯法吧？随你，别耽误我看病就行。大哥，这保时捷美女绝对是对你有点意思。有空八卦，不如去把这碗洗了。第二批对讲机什么时候到？3天后。长老，第一批用的怎么样？赵平说，这东西能救命。长老，我这边剩300多万，要不要再买点别的？比如夜视营、无人机，这东西能在天上飞，还能传画面回来。传画面？你是说不用神识就能看到远处的景象？对，而且还能录下来，反复看。买，多少钱都买。你这转变也太快了！上次我说对讲机的时候，你还觉得是破烂玩意儿呢。无人机这玩意儿，宗门那些老头子肯定没见过。大哥，我陪你。不用，你们留下，我一个人出去转转。怎么了？无人机买到了？还没买呢，长老。我在逛街，同时也想让你看看这边的世界。这就是那个世界，上百层高的楼房。这些高楼，凡人盖的，住人、开店，高的有上百层，里面住了几千人。上百层，家家户户都能开叫汽车的铁车。家家户户都能开叫汽车的铁车。批量生产，人人可用。露着胳膊，露着大腿，还穿着……放肆！移山躺路，不成体统。凡尘之人怎会如此轻浮，伤风败俗？长老，别这么古板，这边天气热，这么穿很正常，没人觉得不妥。再正常也不合理吧？几分糖？什么？糖度3分5、7分全糖。5分。冰的、热的？冰的。这个叫奶茶，这边的人喜欢喝。长老，我到了，买，多少钱都买。那个能传画面的，一定要买。欢迎光临，先生想看看什么？随便看看。刘长老，护法堂，速来！这是什么地方？那个世界的凡人卖东西的地方。这地方比炎国王都的集市还大。就是大，你看那些东西，分门别类，整整齐齐。顾客想买什么，直接去那个区域就行。周旋，让那小子把整个店都拍一遍，每个角落都不要漏。刘长老，你这是学习？咱们山脚下的榜式该改了。那个万里通讯的叫什么来着？手机。长老，元阳界没有网络，买回去也用不了。万里通讯啊，可惜了。柳长老，我有几个想法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你说。第一，可以学这里统一着装，颜色统一，款式统一，看起来就不一样了，干净整齐，像个正经做生意的样子。第二，分区经营，灵药、法器、零售分区，留足宽敞通道。第三，明码标价，每样东西都写上价格，能接受就买，不能接受就走，不用讨价还价，省时间也省口舌。欢迎光临。第四，刘长老，你看到了吗？卖东西的人要对买东西的人笑，顾客进门说欢迎，顾客走时说慢走，态度好了，顾客下次还想来。唉，这个可能有点难。我之前在手机见过。这个世界有些做餐饮生意的，所有店员都要统一培训，有专门的微笑服务标准，不达标要扣钱。当然，每个月会评一个服务之星发奖金。长老，你看，刚刚那个导购员，他站在这里1个小时了，脸上一直带着笑，不是他心情好，是他的工作要求他这样。刚开始可能不习惯，时间长了就成自然了。你说的那个服务之星，奖金从哪出？从增加的摊位费里出。榜式整改之后，环境好了，来的人多了，摊位费自然能涨，涨出来的部分
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奖金。第5，可以找长得好看的师姐，穿统一衣服在入口迎宾，每个月发培元丹、氧气丹，站1天岗笑一笑就能领丹药，不比死磕闷头修炼快。你让弟子去迎宾？不用内门弟子，外门弟子、杂役弟子也行，长得好看就行。轮班制，1人1天，不影响修炼。那些弟子平时走路都低着头，让他们去迎宾，对着陌生人笑，他们会吗？先培训再上岗，教不会不让去。那些杂役弟子资质本来就一般，靠修炼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突破。现在有个机会，站1天笑一笑就能换培元丹，谁不愿意？当年老夫要是有这等笑一笑就给培元丹的好事。柳长老，我说的这些参考就行。宗门的情况和这边不一样，照搬可能会出问题，但大方向绝对错不了。把刚才说的那些写下来，传回来，快！行，这个叫指南针，能指引方向，不用灵力，买。那个又是什么？录音笔，可以把声音录下来，存进去。什么时候想听，按一下按钮就能放出来。能存对话，买。还有这个运动相机，挂在身上能随时拍，你看到的它都能拍下来。买。等等，手机，我操！指南针、录音、运动相机、拍视频、手电筒，老子手里这台破手机里特么的全都有啊！天天揣着用来刷某音，居然把这惊天法宝给忽略了。长老，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，指南针、录音笔、运动相机，手机里都有，一个顶刚才那些一堆。你是说，你手里那个东西能指南、能录音、能记录影像？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把能指南、能录音、能记录影像的惊天至宝揣在兜里那么长时间，然后告诉我们你忽略了。那个，我错了。你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。继续说，还有什么功能？拍照、录像、录音、指南针、计算器、日历、计时器、手电筒。这东西还能发光？不用灵力，不用电池供电，充1次电用好几天。电池，我们至今没搞明白的东西。还有网络，到底是什么？长老，元阳界要是没有灵气会怎么样？没有灵气就没有优势与法术，这个世界也一样。没有网络就没有手机、电脑与一切，网络就是他们的灵气，是他们凡人文明的立足之本。这不是一个人或者几百几千个人能够简单弄出来的，这是这个世界的人花了上百年，一代一代积累出来的。慢慢来吧，凡人创造的这套文明远超我等认知。长老，我又发现几个好东西。长老，这东西叫冲击钻，专门用来钻石头、钻墙、钻地面的。钻石头，买它100个。不，1000个，有多少买多少。以往让弟子拿着镐头，震得手流血也挖不出半筐，这特么是挖掘神技呀！电镐破硬石，切割机切金属，全部能买。买，把冲击钻全买回来，效果好，我天眼宗所有灵石矿脉全部配上，看谁还能卡咱宗门的脖子。还有这个热成像仪，能看见热量与温度。看见温度？温度怎么看见？任何东西都有温度，有温度就会发出热量。这东西能捕捉到热量，在屏幕上显示出来。长老，你们看，夜里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用这个能看见所有有温度的东西，人、动物，藏在草丛里的，躲在墙后面的，都跑不掉。元阳界的夜战靠神识，而且低阶弟子可是没有神识的。如果每个巡山弟子都配上一个热成像仪，这东西对金丹期以上没多大用，金丹期的神识一扫比这个看得还清楚，但对筑基和炼气期的弟子用处就太大了，比如巡山追捕。有人逃进山林，黑灯瞎火的，用热成像仪躲在哪里都藏不住。还有救援，矿洞塌方，人被埋在地下，用热成像仪一扫，哪里有热源哪里就有人。买热成像仪，先买10台。那个世界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？赵小凡第一次联系我的时候，说流落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说那里的凡人不修炼，走的是科技大道，说他被绑了要被割肾。那时候我觉得这是个麻烦，觉得他只是一个杂役弟子，我按照规矩上报，没想过会什么结果。现在这个杂役弟子传回来了对讲机、枪械，然后眼前的这些冲击钻、热成像仪，每一个都足以改变天眼宗的一部分。大哥，买了啥？什么玩意儿这么沉？冲击钻。这就是那个能飞还能传画面的东西。是，不过长老，你小心点，别把悬翼掰断了。东西太精细了。这东西能飞多远？民用的能飞10几里地，画面实时传回来。听说军用能飞得更远，功能更强。这东西靠什么运转？电。长老，我在宗门的时候看过雷法，雷法劈下来的时候，那不就是电吗？掌心雷、天雷符、雷劫，修仙界对电的破坏力再熟悉不过。而眼前这台冲击钻，用的是同一种东西。这玩意儿用的电能钻石头，能碎矿石，但不会把整个矿洞炸塌。长老说的对，这边的凡人把电驯服了。驯服？对，驯服，让它顺着电线走，让它变成稳定的能量，不炸不崩不乱跑，想让它转它就转，想让它停它就停。这就是存电的东西。对，叫电池。这跟灵力完全不是一路子。
灵力是储存在丹度里，这用的到底是什么？长老，我真不知道电池是怎么出来的，我只知道它能存电，电用完了插上充电器就能接着用。这东西能指南，能录音，能记录影像，能。不过长老，你先别急着问，我教你怎么用。长按侧面圆形按钮，别松手。这是什么？要应用，每一个方块就是一个功能。长老，你点一下那个相机。这就是录像。对，不只是样子，声音也能录下。长老，你试试。说什么？随便说。老夫柳元基，天眼宗镇法堂首座，今日得见此物，实乃平生之幸。拍左下角的相册。老夫柳元基，天眼宗镇法堂首座，今日得见此物，实乃平生之幸。还有指南针，你点一下那个图标，像指南针一样的图标。这就是指南针。对，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找到北。你看得懂那些字？看不懂，这些字跟咱们用的不一样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周玄长老，金丹期，护法堂首座，平时一副高冷严肃的样子，现在正对着手机屏幕皱眉，像个刚学会识字的孩子一样，一个字一页的辨认那些图标的名称。圆形的又是什么？点错了怎么办？怎么退出？在宗门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护法庭门口扫地，周玄长老从里面走出来，我赶紧低头行礼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周玄长老从我身边走过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这辈子能跟周玄说上话，就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弟子见过柳长老。此物名唤冲击钻，专破坚岩。长老，这如何用？这是钻头，对着石头按下去，这是开关，扣住就转，松开就停，接上电就能用。电是什么？这个你不用管，宗门会给你们配上。你叫人把冲击钻拿去试试。一队来几个人，3号矿道口集合，有好东西。弟子见过柳长老。不必多礼。啊，这就是宗门新练的法器。这钻头是什么做的？这么硬！走走走，进去试试。就在这儿试。这也太快了吧！我挖这块地方挖了3天，才凿进去这么深。你这几下就比我3天还多。你们看这碎石的端面，干净整齐，不是被砸碎的，是被钻碎的。这种矿石用镐头敲，一敲就碎成粉末，好多灵性都散了。但这个钻出来的块大完整，灵性保存得更好。你的意思是，同样的矿石用冲击钻挖出来的品质更高，至少高出1成。继续试，把所有钻头都试一遍。赵师兄，这块矿脉特别硬，之前镐头砸下去都冒火星，一天挖不了几块。你看这个现在干净利落，这要是用镐头敲，灵石早就碎了。柳长老，这东西能不能多配一些？多少？50台，每个采区配几台，轮班用。长老，那30台也行，再加上备用的，怎么也得准备500台才够。长老，这是真的吗？宗门可是一直将采矿弟子放在心上的，钱是没办法，只能让你们用镐头一点一点的敲。现在既然有了这个好东西，那就一定会给你们安排上。宗门打算要将所有的矿区都配上冲击钻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弟子替矿上300多个兄弟谢过宗门。宗门万岁！宗门万岁！天眼宗万岁！赵师兄，真的吗？人手1台，长老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柳长老亲口说了，宗门会给我们配冲击钻，所有矿区都配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以后挖矿就轻松多了。宗门的凝聚力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，是靠一件一件的事，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。宗门万岁！冲击钻的事，宗门会尽快安排。第一批500台，半个月内到位。在这之前，你们先把手里这9台用好了。赵平，你把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交给所有人，别到时候机器到了，人不会用。是。那是什么？没见过，是不是法器？怎么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？我知道你们在好奇，宗门发下一批好东西，叫你们来，就是测试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。此物名唤无人机，能飞，能悬停，能传画面，不需要灵力，不需要神识。你在地上，它在天上，它看到的东西，你能在屏幕上看得一清二楚。能飞，不需要灵力，传画面怎么传？
这怎么可能？雷堂主，这东西能飞多高？能飞多远？说是能飞10几里地，画面实时传回来。咱们平时巡山，神识一扫也就几丈，要是遇上大雾天、下雨天，神识大打折扣。要是这东西真能在10几里外看到地形，那咱们巡山可就轻松多了。这个叫热成像仪，这个东西能看见温度。看见温度？对，天地万物只要有温度，就会发出热量。这个仪器能捕捉到这些热量，在屏幕上显示出来。人在哪里，妖兽在哪里，藏在草丛里的，躲在树后面的，夜里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用它一扫，清清楚楚。雷堂主，这些东西是哪来的？宗门新炼制的。炼制？雷堂主，这东西没有灵力波动，没有阵法刻痕，连材料都不像我们平常见过的，这怎么炼出来的？对啊，我听说过其他宗门的炼器手段，没有一个能做出这种东西。就算是天宫宗，也没听说过能造出不需要灵力就能飞的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你们只看用，用好了，大比拿第一，自然什么都知道了。这事关宗门的最高机密。陈远在，你负责一架无人机；周青在，你负责另一架。是。李锐到，你负责一台热成像仪。赵恒，弟子在，你负责另一台。其他人看他们4个怎么用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后续批次的到了，你们也要上手。是。飞了两架都飞了，好高，没有灵力，它怎么飞起来的？别吵，看陈师兄操作。这是从天上看到的。对，无人机在哪儿，就能看到哪儿。让我看，别急，我看见了，那是校场边的老槐树。哇，宗门大比的时候有这个就好办多了，伪装做好飞上去没人管，底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也太清楚了，隔着几十丈，野兔都能看见。西侧山脊没有异常，东侧树林有小型动物。都熟悉了，熟悉了就好。现在我们来一场实战演习。刘武带20个人到哨场来。收到，马上到。你们这20个人是装备组，等会儿来的那20个人是传统组。传统组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装备，不知道无人机是什么，不知道热车像仪是什么，甚至他们连对讲机都不会有。雷堂主，您的意思是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直接跟我们对抗？对，因为下一次宗门大比，其他宗门的弟子也不知道你们手里有什么。雷堂主，人带到了。刘武，为了应对宗门大比，我打算来一次实战演练。你们20个人，今天的任务是藏校堂外那片山林，方圆10里。随便你们怎么藏，敛息术也好，伪装也好，躲在石头缝里也好，2个时辰内只要不被找到，就算你们赢。有意思，长老，我们的对手就是他们吗？对，不过得把对讲机都取下来，用以前的老法子。刘武队先出发，一炷香之后，陈远队再进。现在开始，走。各自分散开，敛息术开到最大，灵力波动压到最低，找到隐蔽的位置就蹲住，别乱动。这要是能被找到，我孙大用吃3斤零食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他们肯定想不到有人藏在校场边上。算了，懒得走了，能找到就找到，找不到就认输，多大点事。出发。李锐，你负责东侧热省校，赵恒西侧，周青，你跟我在中间，其他人分成3组，分别跟着李锐、赵恒和周青，保持通讯抗冲，随时报告。明白。陈师兄，东边那棵大树底下有个脑袋，标记位置，别惊动他，继续搜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要不是有热成像，我走到他跟前都发现不了。这藏法搁以前是真没辙。西侧岩石缝里有一个，体温压得很低，但没用，热成像看得一清二楚。灌木丛后面有一个躺着的，后背露在外面。后背露在外面，那也叫藏？可能是走累了。各位，说正事儿。李锐，你从东侧包过去，把人围了再笑。赵恒，西侧那个归你。周青，灌木丛那个交给你。好嘞，收到。这儿呢，师兄，你这藏的很有创意。你怎么发现我的？我连呼吸都屏住了。你怎么发现我的？我连呼吸都屏住了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无人机，他在上面看着你呢。行吧，认输。这儿呢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热成像仪，
你藏的确实不错，体温压得很低，但这仪器不看灵力波动，只看热量。体温降了，信号弱了不少，但弱不等于没有，灵敏度调到最高还是能看见。这儿呢？我这个是不是藏的不太走身？是。陈师兄，你们手里拿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蹲在树根空里，枯叶盖了这么厚一层，脸系数开到最大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你是怎么快找到我的？对啊，藏在校场边上的岩石缝里，还用了法宝隐秘气息，就算是金丹期用神识扫，不仔细看也会漏过去。你们怎么发现的？你们藏的确实不错，搁以前我们还真不一定能找到你们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这东西叫热成像仪，它能看见万物散发的温度，你们只要还活着，身上就有热量，就一定能够看到。这个东西叫无人机，能飞，能悬停，能传画面。它飞到天上去，哪儿有人哪没人，谁在往哪个方向跑，我们在屏幕上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藏得再好，你们从哪儿进去的，往哪个方向走的，最后停在哪里，全程都在屏幕里。没有灵力，它怎么飞的？不知道，反正它能飞。行吧，无人机和热成像的效果，你们已经亲眼见识过了，配上对讲机，你们觉得3个月后的燕国16宗大比，我们天眼宗还会止步于上次的第9吗？雷堂主，我李锐把话撂这儿，这一次大比咱们不拿第一，我把热成像一吃了。雷堂主，下一次大比，我们所有人都能装备这些吗？自然是所有人都会配上。韩长老，吵死！50块价品零食，不能再少了。你这东西又不是新的，便宜点。那你去买新的啊！这就是你做生意的态度。坊市开了多少年了？回长老，有1000多年了。1000多年，一点都没变。卖灵药的挨着卖灵兽的，灵兽一叫顾客心烦；卖法器的和卖灵符的挤在一起，顾客想找法器得先从灵符堆里穿过去。摊位朝向乱七八糟，有的朝东，有的朝南，有的斜着摆。顾客进来第一眼不知道往哪看，想找的东西找不到，不想看的到处都是。拿去，照着改，统一着装。韩长老，坊子里的摊主有穿道袍的，有穿短褂的，光膀子的，让他们穿一样的衣服。光膀子的，让他把衣服穿上。分区经营，长老，这个我早就想提了，但是明码标价，长老，这个恐怕不好办。坊市的摊主习惯了讨价还价，你让他们把价格写出来，他们肯定觉得吃亏。愿意标价的，摊位费减1成；不愿意的，照旧。服务态度，这个必须改，让那些摊主对顾客笑。不用笑，态度好一点就行。别爱买不买，别爱搭不理，别跟顾客吵架。看完了，改是要改的。你看过那个世界的商场之后，你还看得下去咱们的坊市吗？那就改，一件一件来。不过你做好心理准备，那些摊主可不是我们天炎宗的弟子，说让用对讲机就用对讲机，说让配热成像就配热成像。那些人是做生意的，你动他们的摊位就是动他们的零食，他们会跟你拼命。我有分寸。周旋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赵小凡传回来的那些东西，对讲机、冲击钻、无人机、热成像仪，每一件都足以让其他宗门眼红。你现在藏的严实，对讲机只配给矿脉和战头，冲击钻只给矿区，无人机和热成像仪还在测试阶段。可一旦宗门大比亮出来，你觉得还能藏得住吗？其他宗门不是傻子，他们看到天眼宗的弟子用对讲机实时通讯，用无人机侦察敌情，用热成像仪追踪目标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？你是说他们会想尽办法弄到这些？对，他们会想方设法弄到手，偷抢，派人潜入天眼宗收买弟子，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。你防得住一时，防得住一世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干脆就不藏了，让其他宗门来买？不，与其等他们耍花招，不如放开了卖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些东西只能和天眼宗买到，而且只有天眼宗有货，其他宗门会怎么办？他们会带着零食来，乖乖排队，老老实实付零食。因为我们有，他们没有；我们愿意卖，他们才能有。至于抢，那就是开战，这是谁也不愿意面对的。你在打什么主意？我想在宗门另选一处地方，按照蓝星那个世界的商场形式，建一个属于天眼宗的商场，不是坊市那种摆地摊的，是真正的商场，几层楼分区域，卖什么都在固定的地方，明码标价不讲价，门口有导购员，见了顾客要问好，要微笑，要介绍商品，所有的售货员和导购员都用宗门的弟子。你认真的？我很认真。我觉得那个世界的好东西绝对不止这些。赵小凡传回来的那些东西，
对讲机、无人机、热成像仪、冲击钻，每一件都是其他宗门没有的，而且效果极好。一旦大规模引进那个世界的物品，天眼宗独家经营，没有竞争对手，价格我们定，规矩我们定，想卖给谁就卖给谁，不想卖就不卖。其他宗门想要就得带着零食来，客客气气的跟我们谈。这事得报宗主。自然，你说那个世界的好东西到底还有多少？先报宗主，宗主若点头，我再去找柳元基。商场的位置、格局、建造材料都得他帮忙参上。柳元基，他一个阵法堂首座，你让他来建房子？他懂阵法，能在地基里刻聚灵阵。商场建在聚灵阵上，灵气充沛，修士在里面逛一天都不会累。这种手笔，其他宗门想学都学不来。走吧，去见宗主。那个世界的凡人，除了因为没有灵气无法修行之外，对世界发展的方方面面已经远远超越了元阳界。韩长老，就按你的意思来吧。是宗主。你想引进那个世界的商场，还有一些理念，我觉得你可以多问一下赵小凡的意见。他在那边待了1个多月了，应该能给你一些建议。那边的凡人怎么这么多怪病？关节肿成那样，不是骨头的问题，是气血的问题。还有那个头疼的，疼了3年查不出原因，3年搁在元阳界，1粒培元丹下去，管你什么原因，气血一通自然就好了。哎，长老，这边的人吃的东西太杂了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，什么都吃，而且还加了科技和狠活，说是能保鲜、能提味、能好看。吃多了，身体里堆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可不就出毛病吧？科技和狠活？对，就是长老你理解成炼气炼丹的时候加的那些辅料就行，加少了没事儿，加多了就出问题。哼，胡闹！炼丹加辅料是为了中和药性，他们往吃的东西里加那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？为了好吃，为了好看，为了放很久都不坏。有事，赵小凡，是我韩秋。韩长老，您找我有事？宗主刚才批了一件事，我打算在天眼宗建一座商场，像你上次在令牌里给我们看的那种。卖的东西主要就是你从那边传回来的那些对讲机、冲击钻、无人机、热成像仪，以后还会有别的。商场？对，商场几层楼分区域，明码标价，导购迎宾。你说的那些我都记着。长老，你想开商场，我是支持的，可是我这边做不到啊。长老，你想想，一个商场需要多少货，花了好几千，光是对讲机、无人机、热成像机、冲击钻，这些都不是便宜东西。对讲机300块一对，1万对就是300万，冲击钻一台多少钱？我买那10台花了好几千，无人机更贵。这些东西若供一个商场的货，得花多少钱？我这边就靠给人看病赚钱，一个病人收几千块，一天看10几个，1个月下来也就几十万。去掉给刘强他们分的，去掉买东西传回宗门的，剩下的寥寥无几。供一个商场的货，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。1个月几十万，放在整个天宗庞大的商场采购需求面前，确实如同杯水车薪。连水花都打不响啊！而且长老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说要卖无人机、热成像仪这些东西，可这些玩意儿不是买了就能用的。无人机需要充电，电池用完了就得充；热成像仪也一样，对讲机也是。你总不能卖给人家一个用不了几天就没电的铁疙瘩吧？这确实是个问题，但总有解决的办法吧？唉，有啊，不过得花钱，给每一个买家配上太阳能发电机、配窗充电器，否则人家买回去用几天没电了，找谁去？可这一套配下来，又是一大笔开支。不就是钱吗？我就不信了，天眼宗这么大一个宗门，还在凡人世界挣不到足够的钱。小子，我问你，那边的世界除了给人看病，还有什么来钱快的路子？长老，来钱快的法子都写在这个世界的刑法里了。刑法？那是什么？就是律法，跟咱们的门规差不多，犯了要受罚的那种。长老，您想想，以我们修仙者的手段，在这个世界确实能轻松挣到很多钱。比如说赌石，这个世界的人喜欢玩石头。原石一刀切下去，里面有翡翠就发财，没有就亏钱。以修仙者的神识，扫一眼就知道石头里面有什么，一买一个准。来钱快，不违法，但太招摇了。你次次都中，人家又不是傻子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怀疑你。再比如寻宝，这个世界的地底下埋着不少好东西，金银铜铁、石油煤炭，还有各种值钱的矿。以修仙者的手段，探矿比他们那些仪器好使多了。找几个矿卖给做这行生意的人，来钱更快。但一个没有身份、没有背景的年轻人，突然拿出几个大矿的数据，谁会信你？不但不会信，还会反过头来查你。这个世界的官方不是吃素的，他们有天网，有人脸识别，有大数据。你漏一次破绽，他们就能顺着线索把你挖出来。风险太大，我也不同意用这些法子。韩长老，您能理解就好。赵小凡，我问你，既然那边世界的东西拿到我们修仙界都是有价值的，
那我们元阳界的东西拿到那边世界，应该也会是有价值的东西，你觉得呢？长老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个世界的东西在元阳界是好东西，那元阳界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也是好东西啊。一个对讲机300块钱，在元阳界就是价值极高的战略物资。那元阳界的东西呢？随便拿一样过来，这边的人不也得惊掉下巴？你冷静一点。长老，您想拿什么东西过来换钱？你觉得呢？长老，您听我说，千万别用灵石，也别用任何蕴含灵气的东西。这边的人虽然是凡人，但他们对未知境的探索心和好奇心非常强。这个世界的人其实一直在寻找外星人。外星人？对，外星人。这个世界的人研究天游地，研究深海，研究一切可以研究的。他们早就开始琢磨一件事：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人类？是不是只有蓝星才有生命？蓝星之外有没有别的生命？他们管这个叫地外文明研究。你想，一块带着灵气的石头出现在这个世界，被普通人买走了，普通人看不出什么，但万一落到这个世界的官方手里呢？他们有实验室，有仪器，有一队专门研究稀奇古怪东西的专家，他们会发现这块石头跟蓝星上任何石头都不一样。他们会发现它蕴含着某种他们从未见过的能量，他们会开始研究这种能量从哪里来，还会不会再有，是不是从外太空来的？长老，他们一旦认真找起来，以他们的科技手段，会不会发现通往元阳界的裂隙？会不会发现元阳界的存在？我不敢赌。这些东西一旦出现，最后肯定会落在这个世界的官方手里。到那时候，我暴露了，元阳界也暴露了。赵小凡，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想过。所以，任何可能暴露你的方案都不会让你去做。长老，你明白就好。那你觉得，除了带有灵气之外的东西，元阳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在那边迅速换钱的？